血迹飞溅，诅咒之眼的魔女终于现身了。红发女人惊恐万分，冰冷的剑刃抵住喉咙，杀了她。白发男人静静俯视，杀了那个魔女。哐当一声，她被关进囚笼。等等，求求你们听我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守卫们面无表情，只注视着那不祥的红发，和传说里的一模一样。火焰与浓烟之中，一缕红发飘动。很久以前，这个世界上曾有一位可怕的魔女，她能引发人人畏惧的魔力暴走。据说她统一了一个小王国，人们称她为诅咒之眼的魔女。她的身影在火焰中宣告：100年后我会归来，届时我将毁灭这个世界。传说开始后，100年过去了，马贝尔蜷缩在牢房里，难以置信，仅仅因为我的头发。他神情落寞。马贝尔，弗利亚利亚，侯爵之女，王储的未婚妻，我已经被关了3天，我接下来会怎么样？一声呼唤，姐姐。马贝尔猛地抬头，是妹妹艾琳娜和家族骑士里卡多。马贝尔小姐，你还好吗？马贝尔抓住铁栏，艾琳娜，为什么我会遭遇这种事？艾琳娜神情严肃，大神官前几天突然去世了。那天晚上，许多目击者声称在庄园附近看到了你，他们说你红发乱舞，一只眼睛闪着金光，说你用了魔女诅咒之眼的力量杀害了大神官。大家都这么说。马贝尔急切反驳，那证词一定是错的，我连大神官的庄园都没去过。可是姐姐，艾琳娜神情黯然，我尽力了，但无法推翻多重证词。他们说你虽出生于弗利亚利亚家族，却因魔女潜能太强，无法使用治愈魔法。什么？还有你那头红发？不，如果他们宣布我是魔女转世，我会被处决。但别担心。艾琳娜突然一笑，我已经安排好帮你逃走。她递上一份文件，只要写下这是一场意外，你承担所有责任。如果我这么做，他们只会处决我。我根本没见过大神官，眼睛也从未变金。艾琳娜恳求道，请相信我。马贝尔，里卡多神情冷漠，如果不照做，你就会被当成魔女处死。艾琳娜看着他，姐姐，我当然相信你是无辜的，但这是唯一能救你的办法。坦白你的罪行，发誓余生都在祈祷中度过。就说那不是魔女的力量，而是导致大神官死亡的悲惨意外。如果身为治愈圣女的我坚称你不是魔女，艾琳娜的眼神锐利，那么你的性命和弗利亚利亚家族。马贝尔瞳孔一缩，他低下头，说得对，如果我受罚，你当然也会被牵连。艾琳娜的声音温柔，我爱你，姐姐，我们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不是吗？他们隔着铁栏对视，艾琳娜捧着一束鲜花，那么我不能连累艾琳娜。马贝尔眼神坚定，他接过羽毛笔，在供词上签下名字。里卡多侧过脸，艾琳娜接过供词，谢谢你，姐姐，现在弗利亚利亚家族就安全了，而且他露出得意的笑容，你必死无疑。马贝尔愣住了，有了这份供词，就算是陛下也阻止不了。马贝尔瞳孔震颤，艾琳娜刚才说了什么？艾琳娜双手合十，无力的平民活在传说中，恐惧魔女的复活，这难道不可悲吗？所以我决定作为圣女给予他们救赎，一旦魔女被处决，所有人都会安心。不，难道我是一个祭品？这也为了你好。马贝尔小姐，一个无用的姐姐的死能为人民所用，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大神官地庄园我一次都没去过，但艾琳娜前几天为什么你说你爱我？你总是对我这么说。艾琳娜眼中闪着光，当然我爱你。她表情扭曲，因为只要这么说，你就会为我做任何事。马贝尔浑身一震，他紧闭双眼。不，我们明明关系那么好。艾琳娜的眼神阴冷，都怪拉乌尔王子，他不肯换掉未婚妻，像你这种没用的姐姐凭什么能当上王后？简直不可理喻。马贝尔急忙辩解，不，我们缔婚约是你艾琳娜。艾琳娜的声音轻蔑，地狱的刽子手，我才不会嫁给那种可怕的男人。但现在不同了。艾琳娜捏住马贝尔的下巴，兄长们都死了，他从私生子成了王储，我改变主意理所当然。马贝尔喘息着，等等，把那个还给我。艾琳娜转身离去，再见了，姐姐，我们走。里卡多，马贝尔绝望地抓住铁栏。里卡多停下脚步，拜托了，求求你听我说。他头也不回地离开。马贝尔哭喊着，原来是这样，从小你就陪在我身边，但你真正关心的是才华横溢的圣女艾琳娜。里卡多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对我这种没用的人，他总是冷冰冰的。钟声敲响，马贝尔被绑在行刑台上，他走近，最严酷的处决方式。拉乌尔·马格诺利亚，马贝尔的未婚夫，马格诺利亚王国王储，被他的火焰焚烧，将彻底消失，尸骨无存。他的称号是地狱的刽子手，据说他会毫不犹豫地处决曾是自己未婚妻的女人。又是他眼中的神情，像是在责备我，蔑视我的无能。我一直都很害怕，我曾是他的未婚妻，他却从未对我笑过。拉乌尔举起燃火的手，现在执行判决，连杀我的这一刻，你也毫无感觉。烈焰呼啸而出，火焰吞没了他。人群中传来解脱的叹息，真是悲惨的结局。我真希望自己真的是个魔女，如果我拥有诅咒之眼的力量，一滴泪从眼角滑落，我会毫不犹豫将诅咒用在你们所有人身上。沙漏倒转，在马贝尔的尸体前，一个白袍身影伫立，他抬起头，一只眼闪耀着金光。白袍身影伫立，俯视着他的身体。马贝尔缓缓睁开眼，他茫然地坐起身，他抬头望着那人，谁？一只手伸向他，那人将他拥入怀中。你在做什么？白袍身影将他拥紧，周身繁花与星光环绕。什么？我的眼睛好烫。他的右眼燃起金色光芒。白袍人注视着他，这双闪耀的金瞳绝非只为毁灭他人而存在，这双眼睛是……等等，你究竟是谁？他猛地惊醒，从床上坐起。我已经被处决了，我清楚记得那火焰的灼热。他捂住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女仆走进房间，早上好，马贝尔小姐。女仆凯特微笑着，凯特，如果凯特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家。为什么？今天的日程是讨论王储的登基仪式，您要去拜访拉乌尔王子的城堡，对吗？拉乌尔王子的王储登基仪式，拉乌尔王子是三王子，因私生子的身份而备受冷遇，所以才和无能的我订婚。然而，一场可怕的瘟疫接连夺走他2位兄长的性命，结果他成了王储。
拉乌尔王子的登基仪式是2年前的事了，我本该被处决，却回到了2年前。马贝尔小姐，该准备了，不然早餐要迟到了。马贝尔微笑着，一如既往的谢谢你，凯特。凯特是唯一一直帮助我的女仆，她换上礼服，走在华丽的走廊上。看来我确实回到了过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早上好，姐姐。艾琳娜的声音传来。马贝尔停下脚步，艾琳娜面带微笑，手捧一束鲜花。哎，琳娜。马贝尔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怎么了？快走吧，艾琳娜催促道。马贝尔重新用眼睛审视着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艾琳娜开口：喂，父亲，我想送波琳娜伯爵千金一份结婚礼物，拜托姐姐可以吗？我觉得这是向贵族展示他刺绣技巧的好机会。马贝尔放下餐叉，父亲冷漠地说：让马贝尔做些谁都能做的事就好。她是弗利亚利亚家的长女，却无法使用魔法，真是耻辱。我想起来了，那位小姐喜欢那份刺绣，并向她道谢，但得到赞扬的却是艾琳娜。艾琳娜小姐，谢谢你的礼物，不愧是王国有才华的圣女。那时我还以为只是误会，并非有意为之。艾琳娜双手合十，拜托你了，我亲爱的。抱歉，我拒绝。马贝尔打断了她。艾琳娜的笑容僵住，父亲拍案而起，一个没用的女孩竟敢违抗我。我不是想违抗任何人，但我们与波琳娜家族的关系对弗利亚利亚家不是很重要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领送上由王国最有才华的圣女艾琳娜刺绣的礼物。艾琳娜脸色阴沉。艾琳娜和我做的东西价值不同，不是吗？母亲建议，这很简单，让马贝尔做了，再以艾琳娜的名义送出。我无所谓，但艾琳娜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谎言。艾琳娜沉默了，她随即微笑道：姐姐，你说的对，考虑到我们和伯爵家的未来，这次就由我来做吧。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不是一向是纯洁高贵的圣女妈，我亲爱的妹妹，我真受够了这些称呼，谢谢你，我亲爱的艾琳娜。那么我要去拉乌尔王子的城堡了。他起身离开。如果我真的获得了重活一次的机会，这一次我不会再被你控制。话虽如此，改变命运并非易事。马车发出声响，我得仔细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当初为什么会回到过去？那个奇怪的梦意味着什么？想慢慢思考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和他拉乌尔王子处决我的人，光是想起那个瞬间，我的身体就僵住了。老实说，我不想见他，但如果我不像上次那样去，他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唉，真令人沮丧。马车停了下来，街上的人议论纷纷，一群吸血鹅飞进城里了，拉乌尔王子来处理了，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可怕。拉乌尔站在城镇广场中央，火焰从他周身升腾，他面无表情的挥手释放烈焰，一切都结束得如此之快。这是在马贝尔回归的现在时间点的6个月前，为庆祝儿子拉乌尔王子战功赫赫，国王陛下决定让他与名门弗利亚利亚家的千金订婚。不要，艾琳娜哭着说，我害怕，父亲，因为拉乌尔王子是地狱的刽子手，据说他一生气就会引发魔力暴走，将一切化为灰烬。我不能嫁给这么可怕的男人。魔力暴走是一种罕见疾病，作为魔力来源的魔力失控，如果恶化可能会导致死亡。如果拉乌尔王子魔力暴走，艾琳娜会很危险，连神圣治愈魔女的力量也无法阻止暴走。父亲突然有了主意，就是他，我们有马贝尔，我做不到，拉乌尔王子绝不会同意像我这样无能的人。母亲抬起头，你说的对，我们就把马贝尔献出去吧。妈妈，艾琳娜的地位，收到王储或2王子的求婚也不奇怪。父亲哼了一声，哼，拉乌尔王子不过是个卑贱的私生子，马贝尔对他来说绰绰有余。艾琳娜低下头，爸爸妈妈，是我和拉乌尔王子订婚，于是我们的婚约就这么定下来了。然而未婚妻从有才华的圣女换成无能之人，对王子来说是极大的羞辱。他对我的态度毫无兴趣。赫萨斯城堡，拉乌尔马格诺利亚王子的居所。马贝尔坐在沙发上，为了在这个世界重新开始，我必须做几件事。为我处刑准备的所有证人都是神殿的人，那些现在尊她为圣女的人，神殿官员也应该参加王储的就职典礼。我现在要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找出艾琳娜的盟友。而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你来干什么？拉乌尔王子冷冷地说。马贝尔挺直身子，是和拉乌尔王子解除婚约。艾琳娜当初杀我的原因是嫉妒我因为兄长们的突然去世而要成为王储妃，那么我就直接解除我们的婚约。这可能出奇的容易，毕竟他对我不感兴趣。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避免参加就职典礼，但那样的话，我就只能利用这个局面，我会活下来，让这个婚约无效。我是来讨论殿下王储就职典礼的安排。我曾寄信通知您我会出席。信什么时候的事？失礼了。一位侍从走来，茶已经在庭院准备好了，能请到您真是万分荣幸。还有殿下的未婚妻马贝尔小姐。那么作为负责人，我将解释王储就职典礼的细节。侍从问道。殿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没什么特别的。马贝尔开口。那个可以问几个问题吗？神殿的官员也会出席典礼，对吧？是的，神殿的高层成员都会出席。拉乌尔的视线锐利。那么我就告辞了。侍从起身离开。你怎么了？拉乌尔的声音冰冷。你为什么对我的就职典礼这么热心？为什么？他站起身。你在谋划什么？糟了，他怀疑我了。我是将成为新王储妃的女人。充分了解典礼细节是我的职责。其实我想解除婚约，但现在得罪他不明智。他突然转身离开庭院，火焰在远处燃起。他茫然地看着。难道说魔力暴走？他们不是说他一生气就会引发魔力暴走，将一切化为灰烬吗？魔力暴走，失去对魔力的控制。为什么？他真的把一切都烧成灰烬了吗？那个，他冷漠地看着他。我有东西要给你，在这里等一下。他转身走开。他刚才魔力暴走还是故意的？那是警告我别插手吗？他真的很危险，我绝不能放松警惕。拉乌尔回到书房，一位侍从追上来。拉乌尔王子，我万分抱歉，这是弗利亚利亚家的信吗？由于文书的失误，您未婚妻马贝尔小姐的信被放错了地方。拉乌尔眼神冰冷，不会再有下次了。我万分抱歉。拉乌尔拿起信放在桌上，正好时风。
风，拉乌尔的脸颊微微泛红。马贝尔，他将信放在一叠信件上。我最亲爱的。几分钟前，拉乌尔的视角，他注视着马贝尔，真美。没想到这个世界上存在如此美丽之物，令人难以置信。该死！如果我放松警惕，我的表情就会松懈。即便如此，你着魔了吗？为什么对我的王储就职典礼这么热心？为什么？你在想什么？该死！我只是想自然的交谈，结果却像在审问他。我是将成为新王储妃的人，了解典礼是我的职责。换句话说，他对典礼这么热心，是因为他要成为我的妻子。一只蝴蝶飞来，那是切，连这里都渗透进来了，想把目标对准马贝尔，绝对不可饶恕。我得压制魔力，免得吓到他。他弹指间释放火焰，马贝尔惊愕。拉乌尔叹了口气，我有东西要给你，在这里等一下。现在，拉乌尔拿着盒子回来，他看着马贝尔，我知道马贝尔不想嫁给我，大概是因为我被称为地狱的刽子手，是个令人鄙视的存在。也许解除婚约对他更好，但马贝尔，他开口道，典礼上戴这个。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精美的项链，这是历代王储妃传承下来的特别之物。既然我们还没结婚，我就借给你，谢谢你。我恭敬地接受这次借用。上一世这只是由信使送来的，但殿下亲自来了。还有你之前提到的信出了差错，没送到。原来如此，为此我向你道歉，我真是太失礼了，不是我的错啊。是的，难道他想道歉？不可能。那一夜，马贝尔在床上辗转反侧，白袍女子再次出现在他梦中。那个人拉乌尔，他爱着马贝尔，却杀了他。这是马贝尔所不知道的第一世的真相。他从远征归来的那天，他的未婚妻被捕，并被认定为魔女。不可能，一定有什么误会。拉乌尔大喊，众多证人，马贝尔亲口承认，这令人不安，就像有人在幕后操纵。无论拉乌尔如何恳求，都无法推翻判决。马贝尔的处决已成定局，用我的火焰消灭他。国王坐在王座上，拥有毁灭之眼的魔女，导致国家灭亡，已经复活。消灭魔女，保护国家，是王室的职责，我做不到。她是我的未婚妻，如果你做不到，我就用我的火焰魔法把她烧成灰烬。拉乌尔，传说是我们祖先的智慧，不是一代君主就能推翻的。你的兄长们都死了，你是唯一能继承这个国家的人，你明白吗？拉乌尔履行了他作为王储的职责，他跪倒在地。马贝尔，火焰在他周身燃烧，他痛苦地哭喊：马贝尔，拉乌尔王子魔力暴走了！人群惊恐万分，失去了唯一的继承人拉乌尔，这个国家陷入了毁灭。现在马贝尔，你在第二世会怎么做？马贝尔在床上睁开眼，马贝尔看着窗外，艾琳娜和里卡多走在庭院里。啊，在家里也要装好女孩，真累人。而且最近马贝尔姐姐的态度也很奇怪，一只小猫跑过草地，这是什么脏野猫？里卡多说，它好像是从哪里跑进来的，恶心，快点处理掉。里卡多，好的。里卡多伸出手，用魔法困住了小猫。马贝尔大惊，艾琳娜拖着下巴，她真可怜，就像某个人一样。喂，里卡多，如果我们对姐姐也这样做，她会不会感觉好点？遵命，艾琳娜小姐。里卡多看向窗边。里卡多释放魔法，冰块困住了小猫，对小猫用冰魔法，何其残忍！里卡多，小猫，如果我快点，也许能救下它。马贝尔冲出房间，他过去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里卡多总是面无表情又沉默寡言，但是马贝尔小姐，年轻的里卡多叫他，你在做什么啊？这只小鸟好像是从窝里掉下来了，你的手和裙子会弄脏的，但我不能就这么丢下它。里卡多，你做什么？他从他手中接过小鸟，里卡多爬上树啊，他将小鸟放回巢中，他跳下树，谢谢你，里卡多。里卡多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啊，我一直以为他讨厌我，但他确实有善良的一面。马贝尔回到庭院，小猫不见了，是里卡多带走了吗？他真的变了，不是吗？说起来，我刚才在花园里看到里卡多大人了，吓了我一跳。他看起来像个鬼魂，他长得很帅，却完全看不透，真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家伙。我听说有人在背后叫他冰血刺客，有传言说他一直在逐一铲除弗利亚利亚家的障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嘘，小声点。艾琳娜走了过来，一如既往的谢谢你，有这么能干的女仆在我身边，真是太幸运了。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女仆们赞叹，她真善良，不愧是王国第一圣女。艾琳娜暗自得意，我就是喜欢容易上当的傻瓜。为什么艾琳娜小姐这么看重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里卡多大人呢？也许因为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守卫，没有比他更好的冰魔法使用者了。今天是王宫的衣橱工作人员来的日子，对吧？是的，我要去挑选典礼的礼服。拉乌尔王子本人不会来，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不过如果我搞砸了，肯定会被报告上去，我得小心。我要替夫人办点事，适宜时间前会回来。好的，小心点。马贝尔独自待在房间，笔在哪里？只听咔嚓一下，柜子的把手被掰坏了。和艾琳娜的房间不同，这个房间里的一切都旧了。唉，没办法，如果我问凯特以外的女仆，她们只会抱怨，所以我还是自己修吧，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我擅长手工艺，我在这个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不会轻易倒下的。工具应该在这里。马贝尔走进工具棚，那么工具，只听大门哐当一声，那里有人吗？打不开，怎么回事？嘿嘿，艾琳娜在外面锁上了门，这扇门没有锁，是东西倒了，堵住了吗？在我进来之后，这太巧合了，不可能是意外，有人故意把我困在这里吗？只是个恶作剧吗？还是那个人有别的目的啊？里卡多，为什么里卡多在这里？是巧合还是……等等，他计划除掉我多久了？难道现在他已经……里卡多拔出剑，他眼中闪烁着蓝光。
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除掉我？难道他们已经开始了？有什么不对吗？艾琳娜小姐，是马贝尔小姐，快到接待客人的时间了，但宅子里到处都找不到她。经你这么一说，我听说今天是她11的日子，在这么重要的约会前，她在做什么呢？马贝尔小姐真是个问题人物。别这么说，可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比如她不小心被关在某个地方之类的。我们一起去找姐姐吧，我去检查庭院，你们2个在宅子里找，用那只脏小猫伤害她很容易，但那就没意思了。为了典礼这么重要的约会却溜出去，不知道拉沃尔王子知道了会怎么样？嘿嘿，等不及了。哦，我知道了，也许我该替姐姐试穿礼服。喂，里卡多。哦，里卡多，他去哪儿了？他用剑割断了他的头发，如果你待在那里，头发会被夹住。我的头发啊，蜘蛛网。我知道了，里卡多，你为什么在棚子里？只是被要求整理一下。真的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看不透。那你呢？马贝尔小姐，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拿些工具，但突然门打不开了，我被锁在里面。里卡多试着拉门，确实好像有东西卡住了。那种反应，里卡多没参与吗？不过和他单独待在密闭空间里，可能很危险。有什么能帮我们开门的东西吗？等，马贝尔脚下一滑，呀，里卡多接住了他。等，马贝尔脚下一滑，呀，里卡多接住了他。对不起，我道歉，但有什么东西在我脚下？喵，一只小猫。为什么这里有只猫？哦，这个小家伙，难道是里卡多？其实我今早看到了，是你冰冻了这只小猫，对吗？为什么它还活着？艾琳娜小姐说她碍事，所以我让她进入了假死状态，命令不是杀了她。假死，我明白了。哦，谢天谢地，好痒，很高兴你没事了。他看着里卡多想，你有一部分和过去一样没变，你仍然有那样的一面，难道是你保护我的时候？里卡多突然咳嗽起来。啊，那至少用我的手帕。我知道里卡多真的讨厌我，不是吗？我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成了艾琳娜的棋子，2年后试图杀了我。啊，里卡多脸红了，我肮脏的血差点弄脏了马贝尔小姐美丽的手。你真友好，马贝尔小姐，我弟圣女。弗利亚利亚家族的骑士，那只是我公开的身份。我真正的工作是执行主人的意愿，诱捕并摧毁那些反对弗利亚利亚家族的人。有时甚至有人称我为冰血刺客。对于只披着人皮的野兽，这是一个恰当的名字。罪犯的血，野兽的孩子。奥托纳斯家族曾是地位显赫的贵族，但因一名成员成为罪犯而没落。如今他们生活贫困，勉强糊口。你是那个会用冰魔法的孩子吗？我被弗利亚利亚家族买下，作为处理他们肮脏工作的方便工具。奴隶印记，违抗我，你就得死。我的生命成了我主人的财产，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我没有反抗的意愿，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一只狗，一只野兽。他凝视着这条狗，这是弗利亚利亚家族养的吗？和我一样吗？你想交朋友吗？别担心，他很友善。过来。狗扑向里卡多，把他扑倒。嘿，看来他喜欢你。里卡多，你的心一定很纯洁。你知道，动物能感觉到那种东西。纯洁，我从未被人这么说过，但那个词比我更适合马贝尔小姐。多年后，艾琳娜小姐因其高水平的治愈魔法而被尊为圣女。另一方面，不能使用魔法的马贝尔小姐被家人鄙视为无用之人，对马贝尔小姐的待遇只会越来越差。欢迎回家。里卡多，为什么这个人会微笑？即使是对我这样的野兽，圣人是给予爱和治愈的人，对我，你才是真正的圣人。马贝尔小姐，里卡多，从现在开始，只作为我的骑士保护我，别站在马贝尔小姐那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是弗利亚利亚家族的骑士，我的职责是保护艾琳娜小姐和马贝尔小姐。不，你只服从我的命令。如果你不这么做，马贝尔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我的父母总是对圣女言听计从，我必须保护马贝尔小姐，但我能做什么呢？我甚至没有和她一起逃跑的自由，而且我能比我姐姐更好的照顾你。你看，我知道你冰血刺客。如果马贝尔小姐知道了你的真面目，她可能会逃跑，不是吗？我的秘密工作，我以为主人对2位小姐都保密了。如果我继续听从艾琳娜小姐的命令，我现在是艾琳娜小姐的忠犬，我甚至不能献身于马贝尔小姐。哦不，是报时的钟声。如果我赶不上，拉沃尔王子知道了会怎么说？婚姻是马贝尔小姐离开这个家的好方法，但那个人真的是对的人吗？马贝尔小姐会找到幸福吗？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奢求任何东西，但现在再多待一会儿，让我和你单独在一起，好吧？如果到了这一步，我就用武力。马贝尔拿起斧头，请等等，我来处理。里卡多走到窗边，里卡多，那扇窗户是固定在窗框上的，打不开。他用魔法冻住了窗户，窗户应声碎裂。我用魔法在窗框上引发了类似霜冻破裂的效果，比破门容易。我来帮你出去。不知怎么，我们设法出来了。好了，我要去试衣了。谢谢你，里卡多。别告诉任何人关于小猫的事。我很高兴，你不是那种会杀害小猫的人。又一个可怜的男人，就在这里。从里卡多的视角回忆起处决马贝尔之前的情形，红发的马贝尔紧抓着铁栏，他惊恐地喊道：里卡多！里卡多背对着他，一动不动。艾琳娜站在他身后，艾琳娜在他身后恳求：求求你，听我说。夜色笼罩着宏伟的宅邸，里卡多独自待在室内，他凝视着胸前的徽章，那是隶属的烙印，是比任何魔法都强大的死亡诅咒。一件外套搭在空荡的椅子上，房间里一片死寂。回忆中，他的主人轻蔑地笑着，主人能随时杀死奴隶。年轻的里卡多跪在地上，所以无法反抗我的主人。里卡多猛地拉紧斗篷，他抬起头，
头，眼神决绝，所以我必须快点，必须在主人发现之前完成一切。他踏出一步，马贝尔小姐明天就要被处决，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里卡多握紧拳头，在林间全力奔跑。我已经掌握了威胁守卫的筹码，我会把他救出牢房，帮他逃往国外。如果事情败露，我必死无疑。但如果我这条命能对马贝尔小姐有用，他想起马贝尔灿烂的笑容，里卡多释然的笑了，那将是何等的幸运！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死了。夜色下的宅邸一片静谧，里卡多突然在林中停下脚步，他低声说道：“好吧。”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晚上好，里卡多。”他猛地转身，艾琳娜身披斗篷站在那里。里卡多内心一震，艾琳娜小姐。里卡多惊恐地后退一步：“主人也在这里吗？”艾琳娜向他保证：“别担心，我一个人来的。”他接着问：“你是来救姐姐的吗？”里卡多沉默不语，蓝色的花瓣在他周围飘落。我活下去的理由，哪怕是做主人的狗，都是因为马贝尔小姐，我愿为她献出一切。我的圣女只有马贝尔小姐。艾琳娜突然发出一声轻笑，里卡多一时语塞，她的笑声越来越大，她捂着嘴说：“真是浪漫又可爱。”艾琳娜轻声说：“但真可惜。”她眼中闪烁着不祥的紫光，伸出手掌，释放出黑暗的能量，紫色的能量缠绕住里卡多。他猛地一震，他痛苦的喘息，双手紧紧抓住喉咙，跪倒在地。隶属的烙印为何？艾琳娜俯视着他，得意地说道：“我很高兴，我让父亲把你烙印的所有权转交给我了。”里卡多震惊地瞪大了双眼。艾琳娜轻抚着他的头，她轻蔑地笑道：“真可怜，你甚至无法见证你心爱女人的最后一面。”里卡多在痛苦中挣扎，他倒在地上。马贝尔小姐，我弟圣女。他的意识沉入黑暗。艾琳娜冷漠地俯视着他，转身离去。再见了，里卡多。身穿白色斗篷的魔女独自站在黑暗中，她抬起头，她的眼神冰冷，真是可悲。凯特松了口气，他喊道：“马贝尔小姐，太好了！”马贝尔匆匆赶来，抱歉我来晚了。裁缝已经到了吗？凯特回答：“不，还没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姐姐。”艾琳娜快步上前，她焦急地问：“天啊，你到底去哪了？大家都在拼命找你。”远处的女仆们小声议论。马贝尔心想，果然是艾琳娜搞的鬼，她想让我错过试衣，引起骚乱。他转向艾琳娜，露出微笑：“抱歉让你担心了，但托你的福，我赶上了。”马贝尔转身走开：“我失陪了。”艾琳娜在他身后脸色阴沉。试衣间里，裁缝和女仆们为马贝尔穿戴礼服。他问：“怎么样？”女设计师微笑着回答：“我觉得非常适合您。”两个女仆在角落里窃窃私语，那不祥的红发真令人不安，想到她就要成为王储妃了。马贝尔看着身上的深色礼服，这件裙子在前世很流行，他们让我穿，我就穿了。这件衣服很适合前世那个胆小自卑的我。马贝尔的眼神变得锐利，他指向另一件礼服：“不，我更喜欢那边的裙子。”女设计师愣住了。马贝尔微笑着问：“有问题吗？这里所有的裙子不都是为我准备的吗？”女设计师结巴着回答：“是的。”马贝尔满意的笑了：“谢谢你，我去试试。”一个侍女为他打理头发。从艾琳娜刚才的反应来看，她真的很不希望我成为拉乌尔王储的未婚妻。艾琳娜愤愤不平：“我被忽视，而我那无能的姐姐却要当王后，不可思议！这婚约本是她强塞给我的。”马贝尔心想：“艾琳娜，我现在就还给你。”女设计师问：“怎么样？”马贝尔换上新裙，嫣然一笑：“是的，我非常满意。”王储的府邸内，一名侍从向拉乌尔王储汇报：“听说您未婚妻的试衣很顺利，她选的裙子是……”拉乌尔戴着白手套的手猛地攥紧。拉乌尔厉声说道：“我不需要无意义的报告。”侍从结巴着道歉：“是的，非常抱歉。”他转身离去。拉乌尔心想：现在听了只会破坏当天的乐趣。无论什么颜色或款式，马贝尔一定都很美。他想象着马贝尔的身影，我拭目以待。拉乌尔若有所思。马贝尔下定决心，为了重获新生，为了不被艾琳娜杀死，马贝尔眼神坚定：我一定要在订婚仪式上解除这份婚约。马贝尔身穿礼服，静立于宏伟的大厅。礼服已经就绪，现在只等加冕典礼的到来。首先，拉乌尔王子是私生子，他被立为王储一事遭到了巨大的反对，尤其是来自与黑暗为伍的排外势力。拉乌尔凝视着手中的王冠，他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正因如此，这场典礼对他至关重要。顾名思义，加冕典礼就是为了向国内外宣告拉乌尔王子成为王储。自然，国内贵族和外国宾客都会大批出席。在庄严的仪式后，还会举行盛大的舞会。马贝尔独自站在阳台上，他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前世王储的加冕典礼。仪式结束后，大家穿过庭院前往舞厅，里卡多和马贝尔走在前面，艾琳娜紧随其后。拉乌尔在人群中寻找着马贝尔。艾琳娜突然兴奋地叫道：“天啊！”她指着池塘，看，池塘里有漂亮的鸟，几只野鸭在水中游弋。艾琳娜拉着马贝尔的手臂：“姐姐，快看！”马贝尔被她拽得一个趔趄。等等，艾琳娜，别拉那么用力！她的手撞上脆弱的木质栏杆，栏杆瞬间断裂。马贝尔惊愕地睁大了眼，他失去平衡，向后坠入水中。马贝尔在水中站稳。艾琳娜惊慌地尖叫：“啊，马贝尔姐姐！”宾客们被骚动吸引，怎么回事？天啊！艾琳娜跑到池边，她假装关切地问：“姐姐，你没事吧？”马贝尔浑身湿透：“我没事。”宾客们窃窃私语：“真丢脸，在这么重要的典礼上，还有外国客人在场，真是难堪。”艾琳娜背过身，露出一抹冷笑，一只靴子踏前，是拉乌尔。她的眼中燃起怒火。艾琳娜连忙向拉乌尔解释，她抓住他的手臂：“非常抱歉，拉乌尔王子，姐姐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不小心罢了。”马贝尔在水中抬起头，他满脸震惊：“殿下！”拉乌尔和艾琳娜
站在桥上，马贝尔在水里看着他们。马贝尔低着头，他轻声道歉：“我真的很抱歉。”拉乌尔的眼神变得冰冷。艾琳娜催促着马贝尔：“姐姐，请快去换衣服吧。”马贝尔提着湿透的裙子从池塘里走出来。马贝尔拒绝了他的提议：“谢谢你，但我去换衣服的话，舞会就要迟到了。”艾琳娜握住他的手，她温柔地说道：“没关系，在你回来之前，我会帮你圆场。”艾琳娜的掩护天衣无缝。等马贝尔换好衣服回来，艾琳娜已经完全成了舞会的焦点。她和拉乌尔站在一起，笑容灿烂，宾客们议论纷纷，她们看起来真般配。作为圣女，艾琳娜小姐确实更适合当王储妃。我是说，看看马贝尔小姐那副丢脸的样子，要是我根本没脸回来。马贝尔独自站在窗边，他面无表情。回想起来，那突然断裂的栏杆，一定是艾琳娜动了手脚。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得逞。艾琳娜，马贝尔握紧胸前的蓝玫瑰，我会躲开艾琳娜的所有阴谋，并且达成我的目标，解除婚约。他坐在喷泉边，下定决心，为了确保婚约解除，我们的婚约本是国王陛下安排的。他想加强与强大的富里亚家族的联系，那也就是说，联姻对象不一定是我，也可以是艾琳娜。如果当初他没有拒绝，这婚约本就属于他。只要我能说服陛下，艾琳娜比我更有利于王室。马贝尔陷入沉思，他轻轻叹了口气，但这计划太冒险了，直接向陛下申诉是赌上性命的行为。但即便如此，如果想免于一死，这是唯一的方法。他的眼神变得坚定，在这次典礼上，我必须设法找到机会与陛下交谈。典礼当天，宏伟的宅邸前，繁花盛开。马贝尔自我安慰，没关系，这次一定会成功。我已经重生，这一世会与上一世不同。凯特前来提醒马贝尔小姐，时间到了。马贝尔应了一声，是。她换上一袭华丽的红裙，光彩照人。马贝尔眼神决绝，这一世我一定要解除婚约。宏伟的教堂矗立着，艾琳娜身穿粉色长裙，优雅地走来。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艾琳娜小姐今天真可爱。是啊，但她的姐姐那头被诅咒的红发，马贝尔小姐肯定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起眼。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快看那里，一只红鞋踏入众人视线。马贝尔身着一袭华丽的红裙，惊艳全场。马贝尔面容精致，红发如火，宾客们惊叹不已。那美丽的白皙皮肤，那闪亮的红发，这热烈奔放的裙子，太适合她了。里卡多凝视着她，我弟圣女今天也美得令人炫目。拉乌尔心中涌起爱意，我爱她，她美若天仙。其他宾客议论着，她看起来和往常很不一样。她今天把红发披下来了。马贝尔独自走向圣坛，神父已经就位，等待着仪式的开始。国王庄严地宣布，王储拉乌尔·马格诺利亚。拉乌尔单膝跪地，国王继续说道：“向我们的王国宣誓效忠。”拉乌尔宣誓，作为王储，我发誓将我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及其人民。拉乌尔起身，他直视着马贝尔，马贝尔也毫不退缩的与他对视。拉乌尔心头一震，马贝尔，他正用如此热切的眼神看着我。马贝尔心想，陛下，我必须想办法和他谈谈，但不是在这里，在舞会上是不可能的。拉乌尔被看得心慌意乱，他紧闭双眼，别那样看着我。马贝尔找到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接下来的游行队伍中。宾客们穿过庭院，艾琳娜看着自己的粉色长裙，她心有不甘，真不敢相信姐姐选了那么华丽的裙子，我也该选件更成熟的。但她露出一抹冷笑，你打扮得这么漂亮，真是可惜，等会儿你就会掉进池塘，毁了这一切。艾琳娜突然惊呼，天啊！她指着池塘，看，池塘里有漂亮的鸟，几只野鸭在水中游弋。艾琳娜拉着马贝尔，来，姐姐，你也该看看。马贝尔走上前，他靠在栏杆上，哦，的确是只漂亮的鸟。艾琳娜大吃一惊，为什么什么都没发生？那个人明明说已经对栏杆动了手脚。马贝尔转过身，微笑着问，哦，艾琳娜，怎么了？艾琳娜慌忙回答，没什么。艾琳娜心中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计划是让她在这里彻底蒙羞的。她看到两个孩子跑过，喂，等等！艾琳娜匆匆追了过去。艾琳娜靠在栏杆上，心想，所以陷害终究是失败了。突然，栏杆断裂，艾琳娜惊恐的尖叫，呀啊！她被撞了一下，失去平衡，向后坠入水中。艾琳娜掉进了池塘。马贝尔面无表情的看着，宾客们惊呼，呀，圣女大人，艾琳娜小姐，你没事吧？艾琳娜浑身湿透，她难以置信，喂，为什么是我？该掉下去的是姐姐不是吗？里卡多匆忙赶来，艾琳娜小姐。艾琳娜强作镇定，她对自己说，冷静，身为圣女，我不能在这种场合出丑。艾琳娜在水中站稳，我没事。她故作优雅地走出池塘。艾琳娜挤出笑容，她轻声说道，抱歉让大家担心了。她抬起头，强忍着泪水，为什么？马贝尔看着这一幕，里卡多面无表情，宾客们目瞪口呆。艾琳娜张着嘴，她震惊地发现，我的牙，一颗牙齿不见了。池边一片寂静，众人看着这对姐妹，气氛诡异。几分钟前，马贝尔的视角，马贝尔微笑着靠在栏杆上。哦，真是只漂亮的鸟。他的眼神变得冰冷。真不幸啊，艾琳娜，我只是假装碰一下，因为我知道它会断。现在，这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是我唯一能和陛下说话的机会。马贝尔向前走去，他暗自思忖，小心地把握时机。一声尖叫响起，呀！马贝尔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马贝尔看着艾琳娜，艾琳娜，宾客们强忍着笑意。不，他的门牙缺了一块。你不该笑他。艾琳娜站在池塘里，惊慌失措。这是怎么回事？里卡多惊慌地看着艾琳娜，艾琳娜小姐。你的牙！艾琳娜这才意识到，她大惊失色。她连忙捂住嘴。宾客们窃笑不止。艾琳娜羞愤交加，为什么我要遭受这种屈辱？她涨红了脸，眼中充满怨恨。这都是姐姐的错。男孩大哭起来，哇！
好痛，好痛啊！马贝尔假装不知情地问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怎么了？一位女士回答。刚才你妹妹掉下去的时候，好像撞到了那个孩子。拉乌尔走到马贝尔身边，他轻声说道。刚才你妹妹掉下去的时候，好像撞到了那个孩子。马贝尔故作惊讶。哦不，他流血了。那位女士惊慌地看着男孩手臂上的伤口。里卡多对艾琳娜说。艾琳娜小姐，请先换衣服。艾琳娜怒斥里卡多。里卡多，你为什么不好好保护他？没用的东西。里卡多低头道歉。非常抱歉。那位女士恳求道。圣女大人，如果您方便的话，回来后请用您的治愈能力治好这孩子的伤。艾琳娜的眼神变得阴冷。我才不管什么小鬼呢。那位女士尴尬的站在那里。宾客们窃窃私语。圣女大人，那个孩子是因为艾琳娜小姐才受伤的，她本可以更温和的说的。那位女士结巴着说。请原谅。艾琳娜怒气冲冲的转身。我们走。里卡多。马贝尔心想啊，发生了这么多，我前世没有发生过的事。马贝尔吩咐道。有人能拿些清水和纱布来吗？他是多么的温柔啊。他温柔的对男孩说。没事的，别怕，能让我好好看看吗？男孩含泪点头。好的。马贝尔检查了伤口，还好，骨头好像没断，接下来要给伤口消毒。他看到一个端着酒的侍者。打扰一下，有人能拿些清水和纱布来吗？马贝尔用清水冲洗伤口。男孩好奇的看着。这是什么？马贝尔解释道。我会用药物来杀菌，然后止血，可能会有点刺痛，但要勇敢点。他用纱布包扎好伤口。好了。马贝尔微笑着对男孩说。回家后记得让医生再看看，好吗？那位女士感激地说。马贝尔小姐，太谢谢你了。马贝尔谦虚地回答。不，没什么。拉乌尔心想，他真是善良。国王走上前来，他赞许地说。哦，你很熟练吗？不愧是以治疗闻名的富里亚家族。马贝尔震惊地看着国王。陛下，不算什么，这只是基本的急救。我曾广泛学习非魔法的治疗技术，希望能得到父母的认可，但那只换来了更多的嘲笑。作为富里亚家族的一员，我却连治疗魔法都不会用。国王说道。善待弱者是高尚心灵的标志，这也是未来王储妃至关重要的品质。我被夸奖了。马贝尔心想。糟糕，陛下应该更喜欢艾琳娜才对。他连忙说道。不，我的妹妹比我更值得。国王打断了他。不必假意谦虚。马贝尔一时语塞。国王转身，他低声对拉乌尔说。你有点像你已故的母亲。国王微笑着说。很适合你的未婚妻。他继续嘱咐。珍惜你和这个女孩的缘分。拉乌尔微笑着回答。是的。马贝尔惊慌失措。陛下，您刚才说什么？珍惜这一段缘分？为什么？马贝尔回忆起前世，他本该解除婚约的。如果这样下去，艾琳娜就会……马贝尔惊慌失措。为什么一切都出错了？几小时后，活动从典礼大厅移至王宫的大殿，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进行。马贝尔放下酒杯，长叹一口气。唉，马贝尔回忆起国王的话，他配得上你，你要全心全意的真爱他。马贝尔心烦意乱，我彻底搞砸了，我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再这样下去，我又要被处决了。他摇了摇头，不能放弃。他握紧拳头，眼神坚定。我必须想办法，找出下一步该怎么走。宾客们议论着。我以前觉得马贝尔小姐是个平凡乏味的女孩，但女人真是会变啊。是的，而且我听说陛下甚至认可她为王储妃了。马贝尔心想，陛下的话分量真重啊！看看他们变脸变得多快，因为这头红发，我从未得到过任何赞赏。舞池里，宾客们翩翩起舞。马贝尔转身准备离开。跳舞吗？我还从未被邀请过，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拉乌尔走上前来，宾客们窃窃私语。是拉乌尔王子。拉乌尔径直向马贝尔走来。拉乌尔站在马贝尔面前，马贝尔不解地看着他，他想做什么？拉乌尔伸出手，他问道：“能和我跳支舞吗？”马贝尔震惊地看着他，和我？对，和你。我前世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马贝尔犹豫着回答：“我不太会跳舞。”拉乌尔握住他的手，他微笑着说：“那不是问题。”他们开始跳舞。但是我不太会跳舞。拉乌尔握住他的手，他微笑着说：“那不是问题。”他们开始跳舞。拉乌尔和马贝尔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哦，我真的跳得很好吗？马贝尔差点踩到脚。哇！拉乌尔将他拉近。哦，对了，是因为殿下领得好，我在舞会上跳舞，真不敢相信，还是和拉乌尔王子一起。拉乌尔嘴角微扬，宾客们议论纷纷。他在干什么？和那个不祥的红发女孩？但大家都在看着他。马贝尔面带微笑，容光焕发。马贝尔和拉乌尔站在阳台上，俯瞰着舞池。马贝尔道歉：“真对不起，和我跳舞一定很困难吧？因为我太笨拙了。”拉乌尔回答：“不怎么，还不错。”马贝尔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从来不知道跳舞原来这么有趣。拉乌尔脸红了。马贝尔不解地问：“殿下。”他突然转身。马贝尔心想：我一定是因为太亲近而惹他生气了。拉乌尔脸颊发烫，心跳加速。拉乌尔心想：他第一次对我笑了，他真是太可爱了。我很高兴，鼓起勇气邀请他跳舞。来到这里真是值得。一位神父走上前来，他说道：“拉乌尔王子。”拉乌尔回过神：“啊，是的，抱歉。”神父继续说道：“约翰尼斯大祭司，大祭司约翰尼斯，请允许我再次祝贺您荣登王储之位。”马贝尔心头一震。大祭司约翰尼斯红发飞扬，一只眼睛闪烁着金光，他用毁灭之眼的魔女之力杀死了大祭司。大家都这么说，我前世被指控杀害的那个人。圣殿作为对唯一真神拉曼德信仰的基石，圣殿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对他们来说，圣殿既是学校，也是医院，其历史甚至早于现任王室。在人民压倒性的支持下，神职人员一直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站在圣殿等级顶端的是大祭司约翰尼斯，我被诬陷谋杀了他，并因此被处决。艾琳娜准备的证人都是圣殿附近的人，我需要小心任何与神职人员有关的人。我也想向您的未婚妻马贝尔小姐表示祝贺，谢谢你，那真是一场精彩的典礼。王室的尊严一定给各国使节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们为圣殿在这次典礼中的
的协助，表示感谢。谢谢你的美颜，我信任的亲信这次也为我做得很好。哦，对了，既然是个好机会，我可以把她介绍给马贝尔小姐吗？当然，恭喜你，王储。马贝尔小姐，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像这样和你说话。我叫萨拉南，是个牧师，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马贝尔·弗利亚，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他做得很好，我很信任他。年轻的牧师们也很敬佩他。哦，不，完全没有，毕竟我还只是个新手。顺便说一下，艾琳娜小姐好像还没回来。是的，你说的对，在那次事件之后，她不会再出现在这里了。不过她活该，那真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担心圣女的情况，希望她没有感冒。我会把您的关心转告给妹妹的。萨拉南牧师，那个池塘的栏杆似乎已经变得很弱了，需要好好管理。是的，但那不是艾琳娜做的吗？很快便到了深夜，拉沃尔王子要走了，保重。马贝尔屈膝告别道。就职典礼结束了，不是吗？马贝尔松了口气，这是漫长的一天，我也该回家了。我的手提包呢？我的贵重物品都在里面，我完蛋了，我把它丢在哪儿了啊？也许是那个时候，我找不到它，也许不在这里。哦，这里有人吗？我以为大家都已经回家了。是萨拉南牧师，所以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个栏杆的工艺，栏杆他们在说什么？他好奇地探出头来，只见萨拉南和一个人对立站着。我完全按照我说的做了，不是吗？我把它做成了轻轻一碰就会断的样子。你是说你现在想把钱要回来吗？我不会说那么小气的话，我只是想核实一下事实。那个栏杆是萨拉南牧师下的命令吗？没什么好谈的了，请让我回家吧。当然，我们谈完了，那些知道秘密的人就该消失。马贝尔惊恐地看着，发生了什么？把他带到一条肮脏的下城区河流，处理成醉汉的意外死亡。遵命。萨拉南看着他们离开。萨拉南牧师刚刚杀了一个人。